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师范大学付明，欢迎大家来到构造地质学课堂，和我一起探讨自然界中地层的基础关系。今天我们来学学九柱不整合基础关系及其特征。九柱不整合是指不整合面上下两道地层间不仅缺失一部分地层，彼此的产状也不平行。如出支流系与石炭系之间为九柱不整合基础，九柱不整合面与下腹支流系的斜交与上腹的石炭系产状一致，且地层不连续。九柱不整合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一、上下两道地层之间缺失部分地层；二、上下两道地层之间的产状不一致；三、与平行不整合一样，不整合面上有底裂岩、古风挖壳、古土壤层等；四、上腹的胶性地层的底面通常与不整合面产状一致，基本平行，而下腹的较老地层的顶面与不整合面产状不同，常常呈交系关系。如出江西湖口地区上支流筒与上泥盆筒之间是九柱不整合的基础关系，两道地层之间缺失了下泥盆筒和中泥盆筒的地层，九柱不整合面与下腹地层产状不一致，呈结交关系，与上腹地层产状相同，相互平行，并且两道地层之间不整合面上发育着大量的底裂岩。野外也有许多九柱不整合的现象出现，这些照片都是野外出入的九柱不整合的基础现象。九柱不整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下面这个图表示九柱不整合的形成过程。凹陶纪处于海平面底下下降接受承接，支流系持续下降，继续接受承接。泥盆纪开始受到水平挤压力的作用，早期形成的地层产生这种上升，通常伴随断裂变动、岩浆互动、变质作用等，造成承接间断且遭受不适。石炭纪再下降，再接受承接，这样在坡面上就出现凹陶系地层与石炭纪地层之间接触，期间缺失了泥盆纪的地层，并且它们产状不一致，属于典型的九柱不整合的特征。从地质学角度分析，九柱不整合的形成是由于地壳在接受一段承接之后，在某一个时期由于受到水平挤压力的作用，早期地层发生节奏，造成地层隆起上升，处于海平面之上，发生承接间断，并遭受不适。在节奏作用发生的同时，往往伴随断裂互动、岩浆互动、区域变质等，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再次下降接受承接，从而使上下地层之间缺失一部分地层，并且彼此之间的产状不一致。所以说，九柱不整合是自然界一种比较强烈的地质作用的表现，通常造成地层的强烈破坏，甚至以改变一个地区的地质作用特点。既然九柱不整合是自然界中常见的地质现象，研究它有什么意义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的意义。九柱不整合的研究在理论上和生产实际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从九柱不整合基础关系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第一，九柱不整合的存在是确定一个地区有无构造运动的重要标志。第二，九柱不整合是划分地壳运动和地质历史的阶段的重要的标志。第三，九柱不整合可以确定地壳运动的时代。第四，是地质填充的主要地质界限。第五，是油气、地下水储集有利地区，比如不整合窄档油气厂、浅山油气厂、古岩溶油气厂等。第六，
不整合面上常可形成铁、锰、磷、铝储矿等沉积矿产。那么九柱不整合在地质图上又是如何识别呢？其主要特点是不整合面上下两套地层的产状有较明显的差异，其间缺失了一部分地层，上部交线地层的底面界限与下腹较老的不同层位的地层相较浅。如出，根据等高线与地质界限的关系，可以判断初中北垩系的地层产状是水平的，因为地质界限与地层等高线是平行的；而试探系和二地系的地层产状是倾斜的，因为地质界限与地层等高线是交齐关系，说明北垩系地层与下腹试探系和二地系的地层产状不一致，并且其间缺失了三地系和侏儒系地层，因此初中这两套地层北垩系和试探二地系之间是九柱不整合的基础关系。下面这个图是九柱不整合在剖面处和平面处上的表现特征。左图中的平面处容易误导大家认为为北垩系和三地系之间是平行不整合，但是从剖面图上面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实际是九柱不整合，主要是由于它们的群聚的大小相差很大。右处无论是平面处还是剖面处，都非常清楚地判断出北垩系与三地系、二地系之间为九柱不整合。最后我们分析一下这张图层在哪系地层的基础关系。泥盆系、试探系之间是整合基础，上北垩筒、下北垩筒之间是整合基础。试探系与三地系之间是平行不整合基础，其间缺失了二地系地层。下北垩筒与下腹的三地系、试探系、泥盆系是九柱不整合基础，它们不仅产状不同，其间缺失了侏儒系地层。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讲解了地层基础关系中的九柱不整合的基本特征，以及其研究意义及在地质图上的表现，使我们对九柱不整合基础关系有进一步的全面了解。谢谢大家。